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领证当天，我抓到老婆苏婉时，她正把2条雪白的长腿缠在学校校草沈雨安的腰上，床头还摆着我买的准备新婚夜用的套套。她穿的那条黑色蕾丝睡裙，我亲手挑的新婚惊喜，吊牌都没拆。我靠在门边，手里举着手机，镜头正对着床上的2个人。婉婉，恋爱3年来，你跟我说要把第一次留在结婚那天，原来就是这么留啊！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床上的2个人瞬间石化，苏婉尖叫一声，抓起被子往身上裹。沈雨安反应更快，直接滚到地毯上找裤子。别停呀！我笑得温柔。你们刚才不是挺起劲的吗？继续，我帮你们拍毕业作品，标题就叫《校草与她的已婚学姐》。苏婉脸色惨白，声音发抖。阿直，你听我解释。先别解释，我打断他，把镜头拉近，让我先截个图，选个滤镜，毕竟你是我老婆，得给你修漂亮点。沈雨安终于提上裤子，红着眼冲过来想抢手机，我往旁边一闪，顺势给了他一脚。别急，学弟，我居高临下，你学姐还没付今天的课时费呢。苏婉裹着被子跪到床尾，眼泪说来就来。阿直，不是你想的那样，我只是一时糊涂，所以领证当天跟学弟上床。我冷笑，我低头在手机上点了发送，照片直接进了苏婉的家族群、沈雨安的学院大群，以及最重要的沈雨安那位富二代正牌女友的微信，附带一句话：恭喜贵院校草在创新战绩成功解锁已婚学姐副本。消息提示音像鞭炮一样炸开，苏婉的手机疯狂震动。她低头一看，群聊99加，顶在最上面的是他妈发来的语音，足足60秒，开头就是一声苏婉你个不要脸的。沈雨安也慌了，他的手机屏保还是他和那位富二代的贴脸自拍，此刻正被正宫连环轰炸。我贴心地帮他按下接听键，扬声器一开，女孩子尖锐的哭骂声瞬间充满房间。沈雨安，你死定了！我爸给你投的那部微电影撤资，你等着被封杀吧！我啧了一声，看向苏婉，听见没？这才叫专业捉奸。苏婉西行几步，试图拉我的裤脚。阿直，求你了，我们可以回家说，别把事闹大。回家？我弯腰拍了拍他的脸。回哪个家？是你用我的工资给沈雨安租的练习室，还是你们俩每月打卡的情侣民宿？我从口袋里掏出一沓截图，啪的甩在他面前。宝格丽项链31000，去年圣诞，AJ 限量8800，今年情人节。还有，我抽出最上面那张希尔顿情侣套房，钟点房8次，每次998，刷的还是我的工资卡。苏婉嘴唇哆嗦，一个字也说不出来。我蹲下和他平视。婉婉，你知道最可笑的是什么吗？我妈上个月还夸你贤惠，说要把老房子过户给你，幸好没来得及签字，不然我现在得连房带老婆一起送人。我站起身，看向已经石化的沈雨安，学弟，别怕，学姐疼你。明天我让你们辅导员给你颁个奖，年度最佳软饭王。沈雨安脸色青一阵白一阵，终于憋出一句，是他主动的。他说你性冷淡。他才，哦，我挑眉，我性冷淡，那你可得多吃点腰子，别一会儿又躺进医院。我晃晃手机，视频为证，你刚才那3分钟不到的战斗力，
校草之名，怕是保不住。苏婉突然扑过来，抱住我的大腿。阿直，我求你了，只要不离婚，让我做什么都行。我叹了口气，摸摸他的头发，真的做什么都行。他像抓住救命稻草，拼命点头。我把另一只手机递给他，那就给你妈打电话，开免提，告诉他你到底花了老子多少钱养野男人。苏婉僵住，眼泪挂在睫毛上，掉也不是，不掉也不是。我贴心地帮他按下妈妈的号码，电话一接通，苏母的大嗓门就传出来：婉婉，群里那照片怎么回事？你快说话。我看着苏婉，笑得温柔，说啊，老婆，告诉妈，你每个月从我卡里转给沈雨安多少学费？苏婉抖得像风中的叶子。电话那头苏母已经开始破口大骂，沈雨安趁机想溜，被我一把揪住后衣领，跑，账还没算完呢。苏母的咆哮声从手机里炸出来：苏婉，你疯了是不是？群里都在说你偷人，你让老苏家脸往哪儿搁？苏婉哭着喊了一声妈，后面的话却被我按住免提键，原封不动地传了回去。我把手机举高，像举着一只扩音喇叭：岳母大人，您别着急，我这边有完整视频，你女儿叫得可浪了，你要听听吗？苏母愣了2秒，嗓门拔得更高：什么视频？林直，你少血口喷人！我家婉婉最乖了，乖到给野男人买内裤。我笑笑，点开 Excel， 念得字正腔圆。去年11月11日，淘宝情趣店3条 CK 子弹内裤，尺码 L， 实付399，收货人沈同学。电话那头瞬间安静，沈雨安脸色青紫，伸手想抢手机，被我侧身躲过。我继续念：今年2月14日，微信小程序花点时间，99朵厄瓜多尔玫瑰，加急闪送1314元。备注：于安学弟，情人节快乐。刷卡尾号7788，是我工资卡。苏母终于绷不住了，声音发颤：婉婉，你真干了！苏婉哇的一声哭出来，扑过去按掉了通话。苏母的电话刚挂，传来高跟鞋一路狂奔的哒哒声：沈雨安，你给我滚出来！我回头一看，是沈雨安的正牌女友，传媒学院大佬的独生女赵金兰。沈雨安扑通一声跪在赵金兰脚边：金兰，我是真被骗的，我不知情啊！啪！赵金兰抬手，干脆利落的一巴掌。沈雨安顾不得疼，爬半步抱住他小腿：我真的不知道。他哭，他闹，他说林直家暴他。我一时心软，心软到跟他开房。沈雨安眼泪说来就来：我错了，金兰，你打我骂我都行，求你放我一马，看在我们3年感情的份上。赵金兰转头看向我：林直，谢谢你。我礼貌点头，顺手把视频进度条拖到最刺激的1分钟，递到他面前：高清无码，送你了。赵金兰眼神从愤怒直接跳到怜悯：3分钟都不到，你也好意思出来卖？我抬手看了眼腕表，晚上9点整，顺便又补拍了几张战场的照片。老公，我错了，你原谅我一次好不好？我们现在就回去，我回去就给你好吗？晚了。我笑得露出一口森森白牙。接下来咱们慢慢玩。4日8点30分，刚进办公室，手机消息99加，快看抖音，苏婉他妈开直播了。公司同事敲门：林直，快看直播，你岳母在网暴你。抖音号弹出邀请直播提醒：苏太太在线维权。标题亮下：
景浩女婿发女儿私房照毁清白，求正义转发。景浩，好家伙！苏母戴着墨镜，正对着美颜镜头哭卖：“各位老铁，我女儿被渣男伤害了，P 了她的不雅视频发布，求大家主持公道。”在线人数3万加，火箭满屏飞。镜头里，苏母从怀里掏出一沓打印照片，正是我昨晚发在群里的1314私房现场。她指着我头像，就是他。P 图 P 视频污蔑我女儿，不删视频就要毁我女儿一辈子。弹幕刷屏：阿姨别哭，渣男地址发出来，众筹刀片。我喝口咖啡，掏出手机 ID， 林植律师，官方认证，连刷10个嘉年华，直接置顶。苏母看见金闪闪特效，愣住，谢谢这位。我开麦，声音同步外放。阿姨别急，我这还有4K 完整版，可鉴定是否 P 图，要吗？私信发你。直播间瞬间安静，弹幕画风突变。卧槽，正主来了 4K， 我缺这点流量。苏母脸色绿到滤镜都救不了，伸手要去关直播，手抖点成翻转镜头，背景正是我家客厅，后面还摆着我和苏婉的结婚照。弹幕再次爆炸：阿姨你占人家客厅干嘛？都结婚了，这不是夫妻情趣。我贴心的在公屏打出一行字：各位观众，我老婆结婚当天跟别的男人开房，有图为证，欢迎截图存证。直播间啪的黑屏，苏母下播，会议室爆发掌声。我合上电脑，吩咐助理把刚才的录屏剪成30秒，发我们律所官方号，配文：证据保全，免费教学。10分钟后，苏母冲进律所，我递过去一杯温水。阿姨，怎么不播了？她手指发抖。你到底想怎样？我亮出离婚协议和赔偿清单，微笑，签字，赔钱，退货退款，您看着办。苏母死死拽住我西装下摆。阿直，婉婉是一时糊涂，离婚多丢人，咱不闹了，回家好好过，行不行？我俯身笑问：阿姨，您舍不得的到底是咱家那套市中心房，还是每月我给您卡里赚的生活费？她哭声戛然而止，脸色青红交错。我贴心补充：您要真疼女儿，就把这3年我替沈学弟交的培训费先补上，一共27万8，零头我给您抹了。苏母嘴唇哆嗦：你胡说！我朝前台抬下巴。保安，送客。高跟鞋声在走廊里踉跄远去。我回头对助理说：把刚才那段剪成普法小贴士，标题就叫丈母娘舍不得的从来不是女婿，是房产证和银行卡。回到办公室，我给赵金兰发了条微信：我岳母刚刚在我律所开完个人演唱会，直播网暴我被封了。赵金兰秒回：用我帮忙吗？我视频发你，记得查收。赵金兰：行，等你收工，请你喝酒，我要他净身出户。话一出口，我自己也愣住。赵金兰问：真舍得？我点头，舍不得的是我那27万8的恋爱基金。他低笑：你倒是想得开。我放下咖啡杯，声音平静：不是想得开，是不想再替别人付房费。3年里，我为了苏婉的留到结婚再发生关系的诺言，飞机杯都不知道用了多少个。现在回想，真是可笑。赵金兰忽然问：那套市中心房你真不要？我嗤笑：房本我妈名，她抢不走。收起手机，驱车回家。推开门，苏婉正抱着猫坐在沙发，眼圈通红。我抬手指向玄关：
给你20分钟，带着你的东西滚。他扑过来拽我袖子。阿直，这是我们的家，你让我去哪里啊？房子我已经挂贝壳了，买家下午看房。他愣住，那我住哪？我指了指对面快捷酒店，1314房熟门熟路，报你名字还能打折。他哭哭啼啼去收拾，我靠在门框计时。20分钟后，行李箱咔嗒一声合上，我拉开抽屉，一盒未拆的钢本啪掉在地上，再往里翻，酒店 POS 单、玫瑰套房小票，还有避孕药，还有一本养鱼日记。我嗤笑，原来你比我想的贴心，证据都替我归档。苏婉脸色煞白，拖着箱子落荒而逃。我弯腰捡起那张1314元的情侣套房账单，对着空气轻声道：“谢了，老婆。”离婚礼物签收完毕，我把避孕套、酒店小票还有养鱼日记一排，拍照发给赵金兰。她回了个干得漂亮。我拎起行李箱下楼，地下车库，赵金兰的红色大 G 亮着双闪。她降下车窗，上车，送你一程。我挑眉，这么好心。她点了点手机，刚好我有个公寓在附近，还空着，顺便去我那给你一些其他证据。我笑了，合作愉快。第一次踏进那套顶级公寓，门一开，客厅灯没亮，沙发上一条黑色蕾丝内衣搭着丝袜，旁边立着一只黑色圆柱体按摩仪，闪着微弱红光。赵金兰嗖地把它塞进抽屉，耳根发红，很久没来收拾。我挑眉，看来你比我还懂解压。他故作镇定，工具而已。林直，他转移话题，你安心住，我先走了。夜里躺在公寓床上，手机震动，沈雨安来电。我按下免提，他声音发颤：林哥，求你别把事情闹大了，学校要开除我，金兰要跟我分手。我慢悠悠，行啊，这么多年我老婆花在你身上的钱你还我。3年来我也送了苏婉很多礼物啊，光开房都有大几万了。我懒洋洋地回，开房3年，几万了。行，我录下了，回头账一起算。他沉默3秒，憋出一句：那视频。我轻笑，删，等你还了钱再考虑。挂断，打包发送赵金兰。手机又响，是苏婉。喂，我懒洋洋，林直，你别太过分。苏婉嗓子哭到破音，凭什么让我净身出户？我是花了你的钱没错，可我们是夫妻，你养我不应该吗？我瞬间清醒，又来个的送人头，果断按免提，点开录音。所以你承认这3年我用工资给沈雨安花了27万8。电话那头突然静音，我继续温柔补刀。婉婉，谢谢你有写日记的习惯，省得我再起去调查了。他慌了，你看到了？我嗤笑，不然呢？我们谈谈。他急吼，好啊，时间地点你挑。挂电话，我转手把录音丢进证据包，给赵金兰发微信，明天谈判，渣男也在，来围观。赵金兰秒回，必须到。我把手机调成静音，明天有好戏，得养精蓄锐。4日咖啡厅，我推门进去，身后跟着赵金兰。沈雨安看到赵金兰，脸瞬间白了。金兰，你怎么不欢迎正宫？我打趣道。他强撑镇定，我们想和你单独聊。我听力不好，你们聊，我当背景。废话少说，有事赶紧的。我说道。苏婉先开口，阿直，我们刚领证就离婚，家里亲戚会怎么看我们？我嗤笑，领证当天你就跟他在1314滚床单，那时候怎么不怕戳脊梁骨？你和他偷情了3年，
你怎么不考虑后果？他噎住，又急急补一句：只要你别离婚，我什么都答应。行，把27.8万先退回来，再把偷情3年写成悔过书发朋友圈，能做到吗？沈宇安打断：林哥，咱们私下解决。赵金兰冷笑：沈宇安，闭嘴，轮得到你谈私下？我懒得废话，继续。10分钟，说完散伙。苏婉眼眶通红，我一时糊涂3年，这本日记你记得清楚呢。开房感受，时间地点一次没落。沈宇安忽然掏出手机，亮出一张我和赵金兰并肩进公寓的照片。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昨天住在金兰的公寓，算什么？我扫了一眼，笑出声。法律上来讲，你只能证明我们一起进了公寓，并不能说明什么。而你们2个却是实打实的被我当场抓奸，还有视频和这本日记为证。赵金兰补刀：再说，公寓是我的，我想带谁进？沈宇安手指发抖，照片成了废纸。我敲敲桌面，2条路：一，明早9点民政局协议离婚，你净身出户；二，我把完整视频加流水打包送法院，你净身出户。苏婉脸色煞白：阿直，你不是说最爱我吗？你不会的，对不对？你是吓唬我的。我不离婚，我爱你。现在爱我了，早干嘛去了？那就法院见。我淡淡说道。林直，你别给脸不要脸。沈宇安破防了。我给脸不要脸？我的老婆我一次没碰过，你白吃白睡了3年，你说我？沈宇安噎住。走了，法院见。赵金兰连忙起身跟我一起出去。刚才你真挺帅的，他说道。这谁不知道？我打趣道。以前爱他没发现，现在觉得我真是瞎了眼了。他们俩真是一对狗男女。我骂道。赵金兰笑得花枝乱颤。你林大绿也能看走眼，你不会也曾经当过舔狗吧？如果不是真的爱过，谁又愿意当个舔狗呢？我低语。赵金兰脸色一暗，似乎也想起了什么。苏婉最终还是抱着一丝希望，她不信爱惨了她的我会跟她对簿公堂。开庭当天，她哭得梨花带雨。被告席上，她没请律师，自己陈述。法官同志，林直长期冷暴力，新婚夜就把我一个人扔在婚房，还拍我，那种照片根本不把我当妻子。他其实是性功能有障碍，根本没有那种能力。我长期被他冷落虐待，而且新婚夜他就打我，我实在忍不住才出去找人倾诉。原来是这样，我就是事情肯定没那么简单。这么小的姑娘，这不是守活寡吗？最瞧不起家暴男了。呸！是啊是啊，这林直真不是个东西，自己不吃还打人。旁听席一阵窃窃私语，我按下遥控，屏幕跳出领证当夜的情侣酒店监控。苏婉与沈宇安相拥进门，苏婉双腿环在沈宇安腰上，日记投屏。一，第一次给学弟，没带，刺激。2，老公加班，我化妆1小时出门，于安状态不好，2分钟就，铁证连环。苏婉哭声戛然而止，全场寂静。我朝法官点头。审判长，我的陈述完毕，请求依法判决离婚，并追回夫妻共同财产27.8654元，以及赔偿3年来的精神损失50万，并请求追究沈宇安连带责任。法官推了推眼镜，被告还有补充吗？苏婉嘴唇颤抖，最终只挤出一句话：我撤诉，咱们是被告，无权撤诉。沈宇安低声提醒，旁听席爆出一阵低低的哄笑。法锤落下，
本庭将择日宣判。我合上文件，转身离开。苏母最先绷不住，我闺女是清白的，都是那小子勾引她。有直播人员把话筒递到苏婉嘴边：“苏小姐，您母亲说是沈雨安勾引您，您认同吗？”苏婉张了张嘴，沈雨安先急了：“放屁！是他先拖！”啪！现场顿时变成大型狗咬狗。走廊里，赵金兰吹了声口哨：“林律，今天日报了。”我淡淡一笑：“迟到的正义也是正义。”出了法庭，赵金兰非要带我去庆祝，去兰亭。今晚我请。我挑眉：“这么破费？”她笑得张扬：“庆祝狗男女社死，值。”赵金兰开了一瓶香槟，她举杯：“敬迟到的正义。”我碰杯，也敬那些年被人当傻子的时光。她忽然凑近：“林直，有没有人说过你开庭的样子特别帅？”我接话：“特别狠。”他笑弯了眼，狠得让人心动。他托腮看我：“如果我现在亲你，算不算趁人之危？”“算。”我抬眼笑道：“但我允许。”他愣了半秒，随即轻身，唇落在我嘴角，心跳声盖过江风。我听见自己说：“赵金兰，我好像开始喜欢这场复仇的副作用了。”当晚，我们一起回到赵金兰的公寓。林直，他转移话题：“我们像不像两个傻瓜？”我笑了笑：“至少现在，我们都不用再替别人养爱情。”他嗯了一声：“后面什么打算？”他不经意间问道：“后面先找个靠谱对象，好好谈场不亏的恋爱。”他眼尾一挑，半真半假的笑道：“我不行吗？”我没立刻回答，只抬手把玄关的总闸往下一拨。赵金兰下意识哎了一声，声音软得几乎听不见。黑暗放大了呼吸声，我的、他的交织成同一频率，行不行的？我低声笑：“得先验货。”他没退，反而更进一步。我指尖挑起他风衣的腰带，往自己怀里一带。他的背脊抵到抽屉边缘，发出咚一声闷响。抽屉里那只按摩仪的红光趁机从缝隙里露出来。工具而已。我俯身贴着他耳廓：“那今晚收起来，换真人版。”他耳垂滚烫，指尖却冰，指腹若有若无地擦过我的锁骨，像猫试探，又像点火。我低头，黑色蕾丝内衣的肩带不知何时滑下，挂在臂弯。林直，他声音低得几乎像气音：“别光验货，也给我打个分。”我低笑，低头吻上他耳垂，满分10分，先给利息。话音落下的同时，我扣住他手腕，往上一举，按在冰凉的玻璃柜门上。灯突然亮了一盏，是他抬手按了墙上的调光键。“利息给你了。”他低声说。“本金吗？”他故意拖长尾音，凑到我耳边补完：“留到下次，连本带利一起。”“好啊。”我指尖在他掌心勾了勾：“那就先欠着。”那晚他还是回去了。离婚后第30天，我把旧房子的钥匙挂在中介门店，转身上了网约车。我订的是一间临海民宿，3层小洋房。我把行李扔到房间，赤脚踩上露台，手机恰好震动，准备就绪。“等你了。”我勾了勾嘴角，回复：“期待已久。”我拎着便利店买的啤酒下楼，远远看见沙滩上架着一座小舞台，几个大学生在调音响。我挑了个角落坐下，拉开啤酒。上场的是赵金兰，抱着木吉他，声音干净的像滤过沙子的海水。把旧钥匙扔进浪里，把新日子写进风里。我低头笑了笑，这歌词简直为我们2个量身定制。一首歌结束，我鼓掌鼓得最大声。赵金兰朝我点头，眼睛弯弯。演出散场，人走得差不多，
赵金兰踩着细沙向我走来，她笑出虎牙：“帅哥，我叫赵金兰，那首歌是我写的，最近刚分手，见笑了。”我扬了扬眉：“巧了，我今天刚离婚满月。”我们相视2秒，同时笑出声。赵金兰把吉他往肩上一背：“走啊，夜宵，你请。”我晃了晃手里空掉的啤酒罐：“啤酒管够，龙虾另算。”他笑：“成交。”所以赵金兰侧头看我：“离婚什么感觉？”像拔掉一颗长歪的智齿。我抿了一口酒：“疼3天，爽一辈子。”他笑出声：“那我得抓紧拔智齿。”风把他的短发吹得乱糟糟，我伸手帮他别到耳后。那一刻，我忽然意识到，原来心跳可以不是因为愤怒，而是因为期待。凌晨2点，露台只剩风。赵金兰抱着膝盖坐在栏杆上，突然开口：“明天5点20，跟我去看日出。起不来怎么办？”他伸出小指：“那就罚你写歌，写一辈子。”我勾住他的指尖，笑：“成交。”3个月后，我牵着赵金兰的手回到市区，把一张银行卡塞进他掌心。歌写完了，版权费在里面。他眨眼：“不怕我携款潜逃？”我晃晃手机：“你跑哪儿，我就追哪儿，反正现在有的是时间。”我低头亲了亲赵金兰的发梢。故事到这里，账算完了，仇也报了，但人生才刚开始。我和赵金兰2个曾被绿到发光的受害者，终于把烂牌打成王炸。最关键的是，飞机杯我是真不想用了。我要开车，等不了1点。我要每天开车，开快车，酒后开车，各种姿势开车。我们一起把日子过成没羞没臊的模样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